猜到开头，你都猜不到结尾。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，见过没有？看一下这个台面1.7米的，这个够大，岩板一体盆，还好，这么大没有破损。台面没事，这个柜体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另一个箱子里面有这么个东西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装个浴室柜还有个这东西，第一次见。这才叫泡沫满天飞啊！家里面本来打扫的干干净净，这一个柜子装完，满家都是这了，全是泡沫。岩板一体盆，悬浮台面。看到这柜子，安装师傅有没有不头疼的？我是头大。关键这个情况也特殊啊，看它的水管在哪个位置。要安装的位置呢是刚好对着这个窗户的，台面是改变了方向的。原计划本来是要做一块整板的，整板在这里面是放不开的，转不过来，调不过去，做一个整板安装不了。然后厂家改了一个方案，做了刚才那么个小东西。这是下面的柜体，这个柜体呢就没有那么长了。比划了半天，本以为这个柜子是在这边安装，高度我都已经量好了。抽屉呢先拆掉，这个方便我们后期打孔。这个柜体呢和我们安装吊柜是一样的，是用膨胀螺丝固定的，这个就不用打三脚架。柜子的安装高度呢是台面的下沿到地面的距离，然后取一个中，这个柜子就取中间尺寸，上下中分。看了一下厂家的效果图，原来这个柜子是装在这边的，装在这边也不合适，那边有下水管，还有安装脚阀的位置，这不就挡掉了吗？如果是柜体提高的话，一提10几公分也不合适呀，效果就出不来了。放低的话，那得落地了。就这点问题呢，足足研究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了，最后定了一个方案，给那边留个15公分，方便安装脚阀和下水。后期让厂家做一个盖板，然后把抽屉面呢给加宽，把那边给堵掉，但是还要方便他后期接水管，维修方便。方案已定，现在我们量一下3个支架安装的位置。这个台面比较大，所以是3个支架固定。打支架的位置呢是固定的，因为它在打支架的地方呢都是粘了一个双层的岩板条，条宽呢大概5公分，所以支架要量准，不能有偏差。这个台面的计算高度呢是偏高一点，因为业主的身高呢都比较高，比我们正常安装呢要提高个2到3公分。上下的孔呢我是一次性全部都画好了，一次性打。全瓷砖打孔我带了这个手电钻，加水打，这个速度快一点。用我们的充电电锤加转换接头，那个速度有点慢，没有这个快。玻璃钻头开孔，然后用这个3角钻头直接加深。这个手电钻呢是有冲击档的，打孔的时候呢速度也很快。打3角支架呢，我现在都用这种膨胀管，我不会用它的膨胀螺丝了，它的膨胀螺丝容易翻车。厂家带的膨胀螺丝，比如说红砖墙或者是混凝土墙还可以，如果是面包砖的话，那不行，打不住，越拧越松，最后就是翻车。现在我们孔都开好了，架子也打好了。这个柜子呢是4颗螺丝固定，背面呢是有背板的，背板呢我们就给它打点胶，这样的话不光螺丝起作用，后期这个胶干了也作用很大的。卫生间的空间比较小，地方比较狭隘，干活呢比较憋屈啊。看一下我们初步的效果。下一步我们就要上这个大台面了，这个台面1.7米，其实也不算长，我最大的上过2米双盘的，那都是岩板一体盘，一个人上，业主来帮忙，他怕我闪了腰。这个单盘加岩板重量大概也就100来斤左右吧。重点来了，那边缺了一块，刚才那个东西就是装在这里的。这个厂家设计的牛不牛呀？这都能想得到，因为你做成一个整的话，你就放不进来了，怎么放你都放不进来。为这个小的单独打一个支架。俗话说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这个设计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这两个板之间呢也是打胶吧，得给它粘连在一起，要不然它们两个之间不好找平啊。这个打点胶粘在一起以后，它也是一个整体。不过还是有缺陷的，这个缝隙怎么办？后期搞个美容可不可以搞定呢？这个镜柜倒是不大，因为在镜柜的旁边是一个窗户，这个镜柜的尺寸刚好跟这个窗户边是齐的。这个镜柜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如果旁边没有窗户，整个一体的那就大了，有点费劲了。看看这个泡沫，满屋子都是泡沫。就这柜子，厂家考虑不周的地方也很多的，现在只能是先组装成这个样子，然后要做一些改动的，把这个水龙头也做个预组，看一下实际效果。这个水龙头是开到了侧边，刚好不影响窗户的开关。水龙头是上下左右都可以旋转的，开窗户不碍事儿。水龙头还行，但是你看这个下水，这么长一个下水器，这怎么装？这别说装了，即使给它切掉一部分，还是装不了，只能换了，没有办法。后期这个下水管和冷热水管都要走柜体里边的，还要重新开孔，这个地方要做遮挡。全部都要改动，水管要加长，下水管也要加长。还有两个台面之间的这个接缝，这个接缝要处理的话，是不是要做一个美容呢？不过大老远的看还看不出来，只有靠近一点是看得比较明显。今天这个活只能干到这里了，后期的等厂家再做好再说吧。